Hello，大家好，这回呢做一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个广告，也算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。其实这个参考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必要性的。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中国内地高考是非常难的啊，除非你是北京户口、上海户口啊。其实我自己的这个户口啊，所在地啊，其实也是低于难度级别的啊。当年呢，我高二的时候呢，有个同学呢，他是上海户口的啊，没想到他上海户口啊，其实跟我们一样成绩。他随随便便上985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户口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真没想到他是上海户口的，然后呢，中国内地的有些高考移民是吧，去从一些发达省份到一些这种高考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省份，其实这种路子啊，基本上也是被堵死了啊。我也看过，就是基本上你的高中3年吧，基本上在当地读书啊。你想这个在东部沿海省份去读个2年，然后第3年插班到那个学校。很难的啊，除非你老爸啊，这个投资了很多钱，纳税额多少多少，才有这种优惠措施啊。一般来说，真的很难啊。基本上还要大人在那边交社保啊，所以说这个很难，难度级别很高啊。那这回呢，讲个非常好的方法啊。当年在深圳的时候啊，买火车票买不到火车票的时候，我就跑香港去买啊。我发现香港火车票随便买啊，所以说这个也是个路径啊。包括读书这块啊，其实我有个朋友呢，刚好呢他是从内地放弃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去香港读书啊，然后拿到香港居民身份这样的路径。然后呢，他们现在说是做起一个探访名校计划的一个团啊。说白了，其实呢也是让中国的一些内地的10到15周岁的青少年过来体验一下，其实让你了解一下香港的这些读书跟内地有什么不同啊。其实让我最惊讶的是，在香港读书读高中啊，其实你的努力程度啊，学霸程度，你要上名校的话，远远是比内地要容易很多的啊。比如说吧啊，就是香港10所大学里面前5所啊，前5所的话都是在 US100排名以内的学校。就是全球100名校了啊。那香港不是现在有个高才通计划嘛？其实说实话，比如说你在多伦多大学啊读本科的话，你毕业你直接可以拿到香港高才的身份啊，就是香港居民身份拿到了。说白了就是你去国外读书嘛，你这读这些名校啊，哪怕说你上上海交大啊、浙大毕业之后，其实这个证书啊。毕业啊，就是隐藏属性，你就获得了这个很容易获得啊，这香港高材身份啊。所以说这个还等于说送了个香港居民身份。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想上这些名校的话，那读书成绩呢又不是说非常拔尖，对吧？有一种非常容易途径，就跟我买火车票途径差不多啊。你可以体验他们这个团，他们的团的名称叫3426啊，3是3天2晚的意思，4所学校啊，4所学校里面包含了2所中学、2所大学。大学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看那个香港城大啊，香港大学里面我体验一下啊。那么2是2文3语的意思，就是因为香港上课啊，有些是中文授课，有些是英文授课。语的话就是广东话啊，广东语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就是因为香港上课嘛啊，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啊。香港是官方语言的话啊，基本上是英语跟广东话啊。6是6000学费啊，其实这3天嘛，其实它还包含住宿啊，包含交通，包含早餐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在香港这个住宿还是比较贵的啊，而且呢，你要去体验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个不是普通的这种学校开放日啊，你去随便参观啊，其实它是有老师代课的啊，上课的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放了第一站啊，福建中学啊，福建中学的话，它因为它不太赶巧啊，其实换了培侨书院了。这个培侨书院的名气呢，要比这个福建中学还更大一些啊。只能说呢，这个福建中学跟培侨书院吧，其实如果说这个小孩子如果说插班来香港读书 ，OK， 基本上你是半只脚迈入了这个香港的名校了啊，香港名校。那么第2站的话是香港耀中国际学校啊，你看这个国际2个字吧，基本上它是更注重这个国际上接轨的课程啊，有个叫 IB 课程。其实 IB 课程呢，其实这个有点类似于美国的 SAT 啊，其实的话是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兼容的课程。那如果说你未来在耀中国际读书，后来想去欧美名校的话，其实这所学校还是不错的啊。我都不说这个从香港居民身份然后去考内地的大学啊，那难度会更加降低啊。好，第3站说香港城大啊，香港城大我估计很多人也是不太了解啊。我当年高考的时候，只有港大跟港中文在我们那届招生啊。那没想到啊，香港城市大学居然按照 QS 排名62位的话，等同于内地的上海交大跟浙大啊，这个排名是非常高了。所以说香港大学，我没想到名校真的很多啊。
那么最后一所大学是港大啊，港大就不用多说了啊，港大毕竟是百年名校嘛啊，亚洲排名第二，这边写的啊。其实这个排名啊，你说亚洲排名第二的话，其实反正是不说第二吧啊，有些人可能会争议啊，他说东京大学第一或者新加坡南洋理工第一啊，反正啊，香港大学排名前10肯定有吧啊，我只这样说啊，这个这个就不要纠结这个排名第二、第三了啊。反正 QS 排名肯定是17的啊。从港大毕业，你如果本科毕业的话，你自动就有香港高才东这个身份了啊。好，主要的内容形式吧啊，这个具体该去干什么呢？这个后期你可以入群之后问我的朋友他们啊，然后它主要是英语沙龙啊、STEAM 课程啊，还有英文、数学公开课啊，你可以体验一下，让自己的孩子亲身体验一下这个在香港读书是什么样的体验啊。那你如果贸贸然的话，把香港这个孩子弄过来读书啊，这种七七八八的很麻烦是吧？还有呢，就是这种 IB 国际课程啊，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啊，我也不太了解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了解一下啊，其实这个也是个路径啊。甚至呢，我也知道某家银行呢，它也在开展这种类似的服务啊，它那个服务呢，其实说实话是针对他们银行日均存款700万以上的客户。才有免费体验，这个免费体验呢，他们是不包含住宿、不包含交通的啊，所以说是私人银行的用户啊、客户的孩子才有机会体验啊。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私人银行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他们的服务。好，这边他们这边写了个亮点啊，亮点1，反正呢他们说呢啊，这个呢不是像普通的开放日啊，其实是深度体验的啊，是有里面的老师教授给你上课啊，亲身体验一下，让你感受一下。那毕竟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嘛啊。亮点2的话啊，就是面对面大家可以提问答疑授课，还有这个 STEAM 的课程啊，他说那个 STEAM 的课程是非常有亮点的啊。其实你非常可以看到，因为香港很多学生啊，他有这种类似于科技创新的项目啊，你可以体验看到那些创新的设计啊。亮点3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未来想给孩子啊走香港读书这条路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啊。你这个可以做个规划啊，因为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学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有些时候呢，我出门带孩子的话，基本上也会带孩子去当地大学啊，去感受一下啊。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入群啊，但是呢，你参加这项目的话，你自己要坐飞机或者说高铁到香港啊，才能参加啊，不是说从内地给你组织过来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那反正呢，你先入群，那么回头的话，如果说有直播的话，你可以直播现场问他问题啊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一点。